当我的努力是对手2倍、10倍的时候，这个结果不自然应该给我吗？为什么？凭什么不是？就是是。从县城修车工到营收7亿的车企老板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那个在雨里不敢回头的少年。2006年，他为了一个镜头追了记者3个小时。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上电视不重要，但是有车队看到我，让我进车队很重要。你不要劝我不去了。不是我劝你，我知道，真的你不要劝我了。我给你们带路也好的。别吓我了，你何必这么勉强呢？19岁的他开着18手摩托车追车3个小时，终于获得了上电视的机会。这摩托车老了，还是你技术没过关呢？垃圾太大了，刚下过雨。2025年，他拥有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摩托车品牌张雪汽车，2万方的厂房，600名员工，单日200台车的产线，年营收7亿的版图。张雪用20年回答了一个问题：当一个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付出10倍的努力，世界凭什么不给他让路？怎么会想到要赛车？在电视上也会看到那个达喀尔，特别帅。从初中我就想好了，就是要赛车，但是家里的条件是不足以支撑的，那么我就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先学会修摩托车。但你就觉得修车工跟赛车手这个距离太远了吗？它很远，就完全八竿子打不着。对啊，那你怎么从修车工变成赛车手呢？首先，修摩托车这个事儿，我们有手就行，1年多的时间都能把这个技能给掌握。掌握了以后，自己慢慢去开个店，我真的有5、6万块钱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赛车了。当了车手到底能干啥？比赛呀。当车手比赛，然后能干啥？这就很爽了，还要干啥？就比赛就已经很爽了。哦，就很爽，很爽啊！在那个时候没有比这个事儿更重要的事儿，挣了一些钱，然后店也值一些钱了，然后我就给那个湖南卫视打电话，就如大家看到的那样，就一直缠着他。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小时，我给你们带路也好的。缠着他，一定要他拍，最后他也拍了，然后也播了。后面真有车队给我打电话。07年4月份我去的那个江苏泗阳，哇，你不知道我当时看到那个赛车在那个场地里面飞来飞去的时候，我的那种澎湃的心情，我就无法描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哇，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哇，太了，语无伦次了。然后呢，人家带你嘛？那个队不带，然后那个有个队员带的我，张继兴牙哥，我就把我自己的车拉过去，然后买装备，应该还有6万块钱，就是一直在那里学训练。那这有教练没有什么的这些？没有，是自己训练自己。自己练。那训练的科学吗？不太科学，非常不科学，严重不科学。09年的时候，我已经就没有钱就吃饭都不行了。那等于说你当赛车手那个期间没有任何收入是吧？没有，只有付出，没有收入。我都知道我自己不可能成为非常优秀的职业赛车手了，我必须要去挣钱吃饭了。这是很现实的。是啊。那当时心里会不会感觉到很失落呢？失落，超级失落。但是又没有办法，我当时到那个工厂去的时候，经常看那个 CCTV5，有一档节目是专门讲运动员的这个节目，然后就基本上每次看边看边哭，就边看边掉眼泪的那种。然后13年我就跑到重庆来创业，重庆落地去哪我不知道，重庆一个人都不认识，目标是明确要做车，但是怎么做不知道。因为钱也不够，资源也没有，也只会干这个。然后我就到那个类似于我们华强北的这种意思，你要组装一台手机，壳子、电池什么都有，都能买得到。然后我就用我的概念把它的一些配置进行调整，我2万块钱就把那个车改出来了。我就在论坛里面发，其实在论坛那个年代，我属于我们圈里面的网红，摩托8、摩托迷摩托夜市，我就在里面发帖，他们就真把现金就给我了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论坛什么的还是有点名气，人们不担心我是骗子。论坛里面那个声望是从哪来的？天天发帖子啊，就是喜欢这个事情。发帖子肯定是为了卖车嘛，卖车为了挣钱嘛，挣了钱那就去开发更好的产品，然后还有比赛。你看，你等一下又问我为什么爽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肯定爽啊，就是做自己心中想做的事，就是很爽啊。2013到2017年，张雪通过售卖组装车攒够了第一笔钱。2017年，张雪跟2个合伙人成立的凯越机车，做了自己的摩托车。我们在18年8月份就上市了，第1年卖了800台车，然后第2年就卖了3000台，
然后后面就是2万、3万这样子，非常非常快的速度在成长。哦，创建的第2年底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一定要做引擎。发动机是吧？发动机，没有发动机，未来一定会被卡脖子，这是100%的。对，啊，那我就说自己要做，自己要做。当时公司的净资产也才3000万左右，其他的合伙人不太愿意投这个事儿，不干就算了吧，不干我要么净身出户，啊，要么就是公司给我借一笔钱，我自己去干发动机，干成了，这个发动机还给公司，干不成，干死了算我的。对，借多少钱？当时借了首期，反正超过1000嘛，然后后面陆陆续续一共花了3000。你把它干成了？干成了。怎么叫干成？自己发动机量产，那就干成了噻。你初中毕业，然后你学修车，你怎么能把发动机干成呢？我对发动机的结构原理了如指掌，了解的如我身体发肤一样，脑袋闭起来，我自己可以设计发动机。我拆解了无数发动机。只见张雪3下5除2，把一台摩托车发动机拆得支离破碎。就我以前我有蒙眼睛装发动机的视频，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？没有。就我把眼睛蒙起来，所有的配件拿过来，我蒙眼睛蒙着，装完。然后我招的人也不是什么多么牛逼的人，反正就是干过这个行业的，我招过来，然后一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最后招了10几个人过来和我一起干，就干成了呀。不会就学呀。这边呢就是设计发动机的，我们是在中国第一个把转速拉到16000转。刚开始定义16000的时候，我们行业里面没人相信的，没人相信我能把这个事儿干成，最后我干成了。挑战是什么？挑战第一一定是加工精度，我们把原来5丝的精度提高到3丝。一开始我们的供应商都是很抗拒的，我说这样子嘛，尝试所产生的成本全部我一个人承担。但是如果尝试成功了，你看你是不是也得意了？他心想，哎，好像这样也可以哦，那他就有动力去和我尝试了啊。慢慢的，大家都习惯了和张雪一起去挑战，就能把这个东西干出来了。为什么这么难也要做发动机？为什么借钱也要做发动机？因为他的梦想还是那个摩托车手的地狱赛道——达喀尔拉力赛。2023年，他再次力排众议，带领车队征战达喀尔，成为带领国产车队参赛第1人，过海关，连夜修车，终于出发。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件事儿就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。如果我没有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，我觉得我这辈子是白活的。我自己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车手，但是我制造的赛车让优秀的车手去骑拿了冠军，其实和我拿冠军是一样的呀。对啊，去年虽然我已经离开凯越了，但是参加那个 WSBK 这件事是我一手办的嘛。第1年没有特别好的出成绩，去年比赛的最后一站拿了一场分站的冠军。当时我在出租车里面，我哭得一塌糊涂，真的，我哭惨了。哭的那个司机可能都会觉得，哎，这人是不是有点问题？最后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对的，我的做法也是对的呀，又兴奋又高兴又欣慰，然后又有点，当时不听老子吧，你现在信了吧？又有那种各种情绪交杂在一起。是凯越拿冠军，凯越拿冠军，但是你已经离开了。我已经离开了，但是我认为和我拿冠军没有区别哈。第一，证明这件事是对的；第二，证明中国车是厉害的，中国车是可以在这个领域和它对抗的。哥，你这辈子遇到过最大的挫折是什么？可能从凯越离开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挫折了。这个公司是我前半生的所有成果的积累，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，孩子一样。那最后我要离开他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打击。分手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呀？我跟你说的特别细哈，就是我被卸任总经理，这个我已经认了，就是我最后做那个研发副总，这个我已经接受了。有一天我是晚上，我写了很长一段信息，我说一定要做这个发动机，就这个发动机，这个发动机我出来要做，可以做这个车，可以做那个车，还有可以做别的车，这是绝对对的事情。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，不做。我当时我记得我坐在马桶上，我回了一个，我说不做算了。不做以后我留在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对我的人生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毫无意义。当然如果我继续躺在那里，我认为钱还是能挣的哈，但是钱不是我要的呀，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儿，做我认为值的事儿。他们不做的原因是我们不是干了6年了吗？6年都就是没分红啊，分了一点点，忽略不计的那种。为什么？钱全部要投入，就是我记不记得说我的方式是怎样？举例，我要挣5000万，我5000万还没挣到呢，
我就已经策划好了怎么花1个亿了，所以永远是没有钱的，永远没有钱。你花的1个亿是投入研发，投入新的产品啊，投入新的设备啊，你只有更屌的装备，才能干出更好的产品。什么时候挣钱呢？如果还按我这个做法做，未来6年还是这样，可能大家就觉得看不到头，看不到头吧？其实从业务生意的角度来说，这无可厚非，完全正常的，合理，只是说不是我想要的而已。但我自己的判断就是，只要往前冲，一定能冲出来，但是不冲只是迟早的事。那我就主张要冲，继续冲，那就是产生了分歧了。那天下午我到每个办公室拍了张照片，然后情绪很低落，我发了那个朋友圈，就是收工。我就喊黑姐，晚上你陪我喝酒，然后我们俩就边聊边哭，他也哭，我也哭。自己从自己创办的公司辞职。对啊。2024年4月，他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新品牌张雪机车。这条线想这样子，不要让它这样子走过来，到肩这来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下？你们那个例会怎么要改时间呀？我知道是整体重新设计。好了，你不要说话了，我现在开始讨厌你了，我告诉你，出去吧，就这样。现在我不需要逼任何人，我自己一个人决定就好了。100%的80%，有个天使投资人嘛，投了20%，就叫张雪机车。为什么不想个名儿？因为在我的概念里面，我不管叫啥，我都能把它做好，那就叫我自己的名字呗，把自己压进去的那种感觉。后来我这辈子就收摊了。然后4月份注册，9月份重庆摩博会，我们开始发布我们的品牌，包括我们的第一个产品。整个展会我们的人气应该是最高的，观众也是最多的，我们自己展台都站不下了。发布第一款产品到现在，业绩是个啥情况？3月底才开始正式陆续开始交付，然后3月份好像交了800台车，4月份交了1800，然后再往后应该是2000、2300。上个月还是欠车，如果车产能够的话，应该是3600。相当于上个月我还有几百台车都还欠着，别人都已经给了钱了，我没车交给别人，这种状态就是一直增长，一直增长，一直增长。发动机在震，踏脚在震，对不对？派工程师到现场去做识别，好不好？我节制技术方案如果还再出现给您退车或者换车，现在您的时间成本赔你1000块钱，由门店承担 ，OK 不 OK？ 他既然让用户到门店去对接，这让用户白跑吗？这么明显的声音听不出来啊？那脑子用来干什么的？还去门店看？好，我现在不生气，我都已经在克制自己了，你看，只是嗓门有点大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不希望这样的同事，有这样的同事，如果我奖励他1000，他要辞职，我就鼓掌；奖励3次，他不辞职，我也会干掉他的。今天晚上下班了，拜拜。单月能到个7、8千万。今年最高我们应该能冲到1个亿，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是3.7吧，到年底应该是7左右。你账上的钱已经又够了，现在账上有4000万，今天。那到下个月可能有6000万了。我是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，3年之内做到中国 TOP3，10年之内做到世界 TOP10。这怎么来的？你自己讲为什么会来？就是很屌，我们就是很屌。我们的产品被用户认可，用户看到我们的产品喜欢，那我参与了这个产品以后，我自然会自豪啊。比如我们的产品用户都在吐口水，垃圾，我们所有的同事走出去都是这样子，都很自然的呀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产品被用户、被市场接受、认可，竖大拇指的时候，那我们走出去这样子，张雪机车牛逼，是吧？你觉不觉得您是一个单纯的人？他们都说我很单纯。为什么到今天这么单纯呢？快40了，不会复杂。哎，就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子的，它不会那个，是真的。我不能说谎，我说谎了以后，人的心气就会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我说谎了，我会看不起我自己。我和你说话，我就不能这么燃，不能硬气，我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怎么能保持这个纯真呢？如果不这样做，我觉得对人生不划算。其实我们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掐头去尾以后，最能干的那也就20年、30年，其实也不长，对不对？那你不得好好的尽情的享受它吗？你还要花精力去这呀那呀，这不是太浪费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没什么，真的没事，技术是摔出来的。
这点痛真的一点代价都不算。我想一直跑完的。那个缓冲体怎么能用人抱着3个跑到那边去放呢？有可能我的其他方面完全不如你，我的天赋不如你，我的资源不如你，但是我努力比你多10倍的时候，凭什么不是我的？就是我的。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，知道吧？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。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，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，到老了肯定会后悔。年轻做了，就算到老了失败了，不会后悔，肯定不会。